上集說到，陳雲在中央書記處会議上明確提出，在受灾最嚴重的地区可以试行分田到戶，讓農民有口飯吃。受到康生等人的打压，沉寂了整整16年。16年后，分田到戶却成了国策，改变了8億中國農民的命運。1978年12月，11届3中全會召開，陳雲重新回到权力中心，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紀委第1書記。但分田到戶的政策並沒有立刻放開，即使在3中全會之後，中央文件裡寫的還是不許包產到戶，爭論一直持續了2年多。有人覺得安徽、四川的試點效果很好，糧食產量翻倍，解決了農民吃飯的問題。反對的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，是否定人民公社，是走回頭路。直到1980年9月，中央召開省市区第1書記座談會，專門討論這個問題。會上吵得很厲害，有人堅決反對，有人謹慎支持。最後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，在貧困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，但不搞一刀切。沒想到反響格外的好，幾乎所有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。2年後，中央1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包產到戶、包乾到戶。1983年，全國90%以上的生產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。存在了25年的人民公社體制成為歷史。然而，陳雲卻很少提當年的事。他的秘書後來回憶，1984年糧食大豐收的消息傳來時，陳雲只說了一句話：農民的事還是要讓農民自己做主。誰能想到，陳雲16年前的一句話，竟是改革開放的起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，點擊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